买了点水，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个加油站过夜了。我们现在在 Hope，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方式可以出去 Hope， 反而是给我感觉越下越大，我感觉现在下的比昨天晚上还要大。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本地的志愿者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避难的环境吧。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 Lumi。我跟露露都非常喜欢户外，并享受自然跟简单的快乐。这次我跟露露出门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大暴雨，并造成了洪水、泥石流，我们被困在了距离温哥华150公里处的 Hope 小镇。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4号，星期日。我跟露露呢一早上从埃德蒙顿出来，准备开车返回温哥华。我们现在就已经准备开车出发回大温哥华地区了。看地上的那个白毛雪，对，跟那个叫什么干冰一样的。这一天大约要开12个小时。我们从埃德蒙顿开车出来不久，就遇到了小雪，路上还是有些滑的。不过我们看了天气预报 ，BC 省南部呢今天是有雨，所以说这一路上应该是越来越好开才对。因为在温哥华冬天下雨简直是太正常了，10天有8天都在下雨。注意安全啊！现在这雪越下越大了。你看这个雪多大，你看这个飞来的大雪花子，就跟一片一片的这个大棉花团子一块一块的。在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 Mirray 附近，这时候雨下的已经很大了。Mirray 的距离温哥华大约300公里左右，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被通知驶向温哥华的5号高速公路已经封掉了。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开去旁边的小镇 Princeton， 再从下面的3号路绕回去，这样子的话要多绕差不多2个小时的车程。不过那也没办法，不过总算还是可以回去的。发生了一个不可预计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从 Edmonton 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到 Hope 了，也就是说一大半的路程已经走完了，就差最后150公里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走不了了，现在是晚上10点多。由于今天史上巨大的大暴雨，所以说到现在哪里都发洪水。唯一从 Hope 回到大温哥华地区的2条路，1号路跟7号路全部发洪水淹掉了。而 Hope 还停电，然后呢，我们在 Hope 旁边这个加油站这一小片没有停电，这里面现在全都是人，我的天呀，这个加油站已经被人挤爆了。今天晚上估计够呛能回到家了。所以麦克和我没有办法，只能在我们这个离家最近的这个1号高速的被堵的这个出口这儿，便利店里买点饭，然后买了点水。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个加油站过夜了。今天晚上我跟露露估计就是在车里住了。你怎么还那么开心呢？感觉也不是很开心，就是感觉非常的不知道 what to expect。但是现在天气很冷啊，我跟露露虽然穿了棉衣，但是也就只有那个棉衣，所以说今天晚上睡着了，不知道会不会冷，也不能开着车，就是发动着车睡吧，这样子也不好，所以说就只能是凑合这一晚上了。今天停。现在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我被这个封路堵的到现在还没有走，现在是第2天早上9点多还在堵呢。而现在出 Hope 的所有路全部堵上，不管是去大温方向的1号路还是7号路，还有呢离开 Hope 往东面走的3号路跟5号路全部都堵了。我们现在在 Hope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方式可以出去 Hope。现在外面的雨还是一直在下，昨天晚上就没有停，而且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是很大的雨一直在下没有停。希望 Hope 这个城市能多给我们一点 Hope 吧。我们停车的位置在这个加油站旁边，这个加油站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被搬空了。哎呦我的天！露露又去，最后为了长期抗战做准备，再去买2瓶水，买点零食。
我们现在还在 Hope， 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我就感觉先开始是大暴雨，现在是拿瓢泼，而且拿瓢泼吧就泼的不停，一直泼。我就不知道天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太恐怖了。现在其实要是开车也很危险。是的，我就怕那个是这个，我们现在都是担心这个水别下来以后把这个地方给淹了。对，把我们的这个加油站都淹了，我的天呀！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我们现在这个停车场感觉人也越来越多了，好多人，而且现在这个雨真的没有减小的趋势，反而是给我感觉越下越大。我感觉现在下的比昨天晚上还要大，就是平时啊是我们看车外面能见度很低，现在是我们坐在车里，车都没开，外面的能见度也很低，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雨得有多大。我也真是这辈子头一次见。记录一下，现在是星期一晚上了，我们到了这个加油站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还在这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车。我刚刚听那个就是广播里面说，整个 BC 省的大部分几乎所有的高速路全都封了，而且很多高速路情况比这边还严重，很多车都被迫停在那个高速路的中段，因为前后都有泥石流发生。现在有很多的直升飞机先去救他们了。像我跟露露这种情况还算相对好一点的，至少我们是在这个 Hope 小镇里面，在加油站附近，还不是说是特别危险的在高速公路上。不过就算这样，我们也在这儿待了很久了，而且今天晚上会降温，我们在车里可能会很冷很冷。哎呀，所以说现在这个境况不容乐观啊，而且真正的没有什么吃的，只是在便利店里面稍微买点能补充点能量的，什么薯片啊，然后什么一个面包啊，就这些东西。胃里面也吃得不舒服，全都是凉的东西。这些学生们因为这个被困实在是无聊，直接从大巴车下来，你看打橄榄球呢。我们现在在 Ricky's 里面坐 ，Ricky's 里面虽然没有吃的了，但是呢，门还是开着的，这里面暖和，所以说大家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坐着。我看公共人员刚刚把我旁边这块空地给清了，这样的话，等会儿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可以给大家有平的地方可以躺下，在地上睡觉这样子。我们真的这次出来根本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温哥华冬天这边下雨是很正常的，我们之前也就觉得可能就是雨稍微大一点，但没想到这次雨这么大，把那个高速很多地方都冲得毁坏了，而且周围的一些本地的居民，他们那些生活区都被洪水吞没了，然后发生了一些泥石流，所以导致其实我们还好了，我们现在只是被困在安全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人家他们现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家园都已经被洪水给吞没了，所以真的，感觉就是比较难过吧。就希望这个天气赶紧好起来，然后大家的生活都能快速的恢复，都能更快的恢复到正常。星期一晚上雨停了，不过也降温了，最低到-3度。因为寒冷，这一晚上比较难熬。每次我们被冻醒了以后，就把车打着，取会儿暖。现在是我们在这个 Hope 的第3天了，我们在同一个这个加油站已经住了2个晚上了，现在是第3天早上。感觉真的，我现在再也不想在车里睡觉了。这2个晚上一天比一天难熬，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是被困在这儿。还好就是说现在吃的还没有断，昨天我看这个后面这个加油站这个小店里都没有吃，但是今天早上又拿来一些吃的，所以说我买了一点早餐，简单的吃对，东西还是有的吃的，热的有热的。在这个加油站的小卖部，我们不仅买了三明治，今天早上我还发现有一种这样的早餐，好像是印度的早餐，上面都是蔬菜，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其实就有点像菜肉烧饼，就像小烧饼，还行还行。宝贝啊，昨天晚上亏得你给妈妈捂腿啊，要不然妈妈要冻坏了。我们包的就是家里天然的暖宝宝，他其实昨天晚上也冷，他靠着我紧紧的瑟瑟发抖，然后我们娘俩就互相紧紧依偎着，抱抱睡，是不是抱抱睡？我们刚才坐在车里面的时候，突然有这个 Hope 小镇上的居民来给我们送吃的，送的就是这种自己家做的这种点心，还挺香的，感觉要比那个商店面包店里卖的还好吃，是新鲜出炉的那种小糕点。刚才我们在这个加油站后面这个 lounge 待了一会儿，因为那边呢还有一点点微弱的这个 WiFi 信号，然后我们就遇到了好多跟我们一样遭遇这个被困的这种境况的人，他们呢很多也是家里住在温哥华的，然后回去的路上被堵在这儿，然后我们互相之间就分享了很多这个现在得到的资讯。我个人感觉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我以为之前只是我们从 Hope 回到 Chilliwack 和 Abbotsford 方向只是有泥石流，那个泥沙清干净以后就好了，结果现在得到的讯息是，其实那些路当中很多的路段都已经被洪水淹在水下面了，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些道路恢复的时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了，所以可能我们被困在外面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了，可能要为长期做好准备了，要为长久做打算了。对，所以的话，我跟 Michael 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今天现在已经快2点了，我们还没吃中午饭。不过听那个旁边那个小哥说这个 Hope 市里面的水现在最近基本上昨天已经被清干净了，所以现在去往 Hope 市区，就这个小镇的这个市中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打算去 Hope 小镇的市中心转转。还有那边好像有一个学校啊，对，那边还有一个学校，还有教堂，有2个教堂和一个学校，都在发放食品，可以提供一些紧急救助的物资吧。然后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是什么情况。然后呢，看见今天晚上住在哪边，那边会不会有就是说条件更好一点比这边？如果那边没有条件更好的，我们今天晚上还是回这个加油站这边来。对，继续住在车里。不过这2天住车里住的我真的是腰酸背痛啊。对。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Hope 小镇上面了，在斯旺富的超市这个外面，我们准备去超市里面看一看，要为长期奋斗做准备了，补给点生活用品。对，进超市现在还得排队，大家都来补给，再没有物资了。超市里面的食物还有很多，不过新鲜的食物像肉、蛋、奶、面包之类的，也几乎都卖光了。全是垃圾食品。我们现在到达这个 Hope 小镇上的高中，叫做 Hope Secondary School。这个地方呢，也是这次这个发生这个天灾以后形成了一个紧急的一个算是避难所吧。所以你看这个学校周围停满了车，我们进去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在这找到一席之地，可以在这里睡觉。不知道能不能带狗狗进来。Thank you. 刚才我们从这个 Hope Secondary School Hope 高中出来，得到这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在这个高中里面，他们给像我们这样被困的这个群众们都提供免费的吃住。希望今天晚上能在学校里面睡个好觉，这2天实在太累了。在这所高中里面，我们了解到，像我们这样被困 Hope 的有1500到2000人，对于这个只有3000多人的小镇来说，那是相当大一批人啊。除了这座高中之外，另外还有2座教堂，也给像我们这样的人提供庇护所。在这所高中里面有很多的志愿者，我们看到有一些还在上中学的学生，还有一些老人，也都过来尽可能的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学校里面的吃住条件不能说有多么高级，不过我看到了，就在这个小镇上有很多的居民排着队在为我们捐赠物资，这里面的志愿者也在尽可能的给我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现在在这个高中里面，这个工作人员他们也给我们准备了好多这种必须的生活用品，特别的细节，就是洗澡的肥皂啊，日用生活用品，包括婴儿的水奶都有，真的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晚上我跟露露都领到了捐赠者们给我们捐助的被褥、枕头等用品，
今天晚上我跟露露还有包子都可以暖暖和和的睡一个觉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候补高中，就这个临时避难所里，昨天晚上终于睡了一个温暖的一觉。我跟 Michael 2个人都拿到了充足的这个被子和垫子，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本地的志愿者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避难的环境吧。今天早上还有这个丰盛的早餐，我都快吃完了，有鸡蛋，有面包，还有巧克力奶。Michael 还拿了椰子汁。总而言之，我们虽然困在这里，但是物资其实并不缺乏。而且我听那些志愿者说，就是会有直升飞机、军方把源源不断的物资送到这里来。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不管困多久，应该在物资上不会太缺乏。也希望这个洪水赶快过去，我们候补周边的高速公路能快速封路，我们早点回家。包子啊，包子昨天晚上睡得可好了。包子昨天晚上本来是我抱着睡的，后来自己跑到爸爸的垫子上面了，是不是包子？我觉得我们包子适应能力还挺强的，无论睡哪儿他睡得都挺好。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星期日晚上来的嘛，所以已经在 Hope 待了，今天是第4天了。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出来转一转，然后呢带包子出来也走一走。我跟露露现在在外面走了一大圈了，今天阳光确实是不赖，感觉特别治愈。对，感觉我们的希望很快就越来越多了。希望这个天气好了，我觉得就有希望，希望这个路快点通。对，洪水赶快下去。是。然后这个路赶紧的被修缮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是的。也感谢这些学生为我们腾出了这宝贵的学校的空间，让我们能在接下来这些寒冷的这个日子里有一个温暖的地方落脚。这个现在是下午2点多钟了，我们现在开始吃午餐。今天的这个志愿者们提供的午餐也是混搭式的，有这个印度的这个咖喱，然后有这个沙拉，然后还有一些小饼干、小 cookie。说实话，在这里我已经很感恩了，毕竟这些食物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关键是都是热的。我们打听到，好像有人订了私人的直升飞机离开了 Hope， 我们也尝试联系了，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联系到，而且好像也不能带着包子离开，所以说我们也做好了有可能在这边要再待好几天的准备。这时候突然来了消息。怎么了，亲爱的？哎呀，我刚刚4点钟那边有一个通知，就是所有的回温哥华的，今天7号公路，今天晚上下午5点钟就开了。虽然它有一些限制，就是说只能小车走，大车什么的都走不了。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今天晚上6、7点钟还有一个火车来Hope，可以把人接走。但是如果你坐火车的话，你当然就把你的车放在这边，但是就会把那些大车的人、开大车的人，还有那些坐那个公车过来的人，把他们带走。Awesome， 太棒了，不错吧？哎呀，我刚刚买了一堆东西，准备长期1个星期看站的，这就回去了。这个逃难生活来得快速而短暂。走了，我们准备走了。OK。Hope 小镇匆匆来，这次待的时间够久，都有感情了。对。好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 Hope 高中出来了，在这个 Hope 市里面的这个加油站加满油，然后我们就准备到这个7号高速的路口排队了。今天晚上会堵多久？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回家了，哪怕明天早上到家都可以，我们就慢慢的蹭回家吧。哇，好多车，大家好像都是去高速口的。7号高速还没有被完全的修好，还有很多工程车在日以继夜的进行着修复。现在开辟了一条线路，让我们这些受困的人可以缓慢的通过。这次真的特别感谢 Hope 这个本地的热心的群众们，这些居民真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给予了最大的帮助。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橘子还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塞给我们的时候，你们路上拿点吃的喝的，真的特别感谢 Hope 的居民。我很多时候觉得就是说
在加拿大就是感觉，因为这边人口密度也比较低嘛，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互相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这种社区之间的活动。但这次真的感觉，就当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度过难关。很多就是过来帮助我们的志愿者都是老者啊，他们自己其实我觉得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还在帮我们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铺床铺啊，比如说收一些咖啡杯啊，就是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也就觉得，当我们有能力，当我们有时间，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来帮助到其他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种互帮互助，可以让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真的非常感谢Hope那些无私捐助的居民和志愿者，还有特别感谢日以继夜抢修高速公路的工程团队，你们的努力跟付出会被永远铭记的。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关注我们一下呗，亲近自然，简单生活，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不知道还以为这是湖景呢，知道才知道这是排队回温哥华的车啊！现在在高速，速度为0。我怀疑前面可能又是有塌方的地方，所以又过得很慢。哎呀，我们是不是回家啦？是的，非常顺利，非常成功。